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爱了12年的世子爷，让我放血去救他风光迎娶的世子妃。可我说过，我的要血一生只能救一人，那个人是他。他没有你的血，会死的。你怎么这么自私？人命关天，还在哄骗我。如他所愿，我答应了。我没告诉他，救第二个人的代价是我会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天生要血，我爹是游医天下的江湖神医，他告诉我，我的血一生只能救一个人。我选择了救萧瑜。当时他年仅8岁，深受双毒折磨，甚至可能活不过那个冬天。我把手腕割破，以血为引，为他喝下解毒的药。他痊愈转醒，稚气的脸上却透着坚定。宋时清，我会娶你当我的世子妃的。掷地有声的誓言在耳边倏地破灭消散。我抬头看向萧瑜，那个说要娶我当世子妃的萧瑜，现在却要我放血去救他的世子妃。就是因为你的存在，阿楚才会被气得突发疾病。是你对不起他，只是放点血救阿楚而已，又不会要了你的命。青青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自私？萧瑜的语气不解又厌恶，和当初说要娶我的小少年截然不同。如果真的会要了我的命呢？我苦笑，垂手看着手腕上那一道陈年的疤。萧瑜像是忽然语塞，沉默半晌。你命那么硬，哪那么容易死？是啊，我哪那么容易死？萧瑜随军出征时被奸细偷袭，我为他挡下，那刀从后背插入，直逼心脏。救我的随行太医都说我活不了了。萧瑜紧抱着我，泪水浸湿了半边衣裳，但我最后却没死。他说回京就娶我，转头却接下圣上的赐婚，风光迎娶了别人。我在冬至日，在挂满红喜的侯府叩门寻他，小厮进去传话，再也没出来过。上京城的冬夜真的很冷，很冷，冷到大雪倾覆身体。我甚至觉得温暖，哪怕是这样，我也没能冻死。我哪那么容易死呢？我莫名笑了。好，我轻声道。萧瑜上前按住我的肩，满脸激动。当真？我马上叫人来取血。他叫了人来，沿着腕上那道疤重新划开，散发药香的鲜血接走了一中又一中。我紧闭双眼，感受气血的流逝，就像是在感受我生命的倒数。青青，你做得很好。等阿楚好起来了，我马上抬你当侧妃进门。萧瑜在我额前印下一吻，随后脚步匆匆，追着那端走的婉婉要血离开了。这个侯府最不起眼的院落，再一次恢复寂寥，只余下我的血一滴一滴掉落在地的声音。我脱下外衣，缠紧伤口，想要止血，可是好像没有用。能止住我腕血的，只有被救之人的心头血，亦或是世上最珍惜的秋霜草。那年我救下了萧瑜，是他母亲江南侯夫人亲自取了萧瑜的心头血，浸湿了布条，为我止血。萧瑜的心头血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脉，我的血液再容不下别人的血了。此后每次受伤，都只能以秋霜草为敷料来止血。可我爹生前为我留下的秋霜草，在那次为萧瑜挡刀时已经所剩无几，所以我救不了第二个人了。救了他，我可能就会死，失血而死。缠紧在手上的布料很快被血浸透，忍着剧痛，我从随身携带的香囊里倒出了最后一点点秋霜草，敷在伤口上。其实我清楚，秋霜草对我已经没用了。那次挡刀后痊愈，太医将我叫到一旁，太医的神情严肃极了，我有些恍然无措。宋小姐，秋霜草或许对你的止血已经无用了，
日后务必注意身体。10，你说什么？我尚来不及反应，萧瑜急急闯进我们的对话。他还穿着未卸的盔甲，身上尽是血污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蹙眉，身上的气势极具压迫。太医叹气道：“宋小姐日后若是再受伤，就没有草药能止得住她的血了。”萧瑜怔然，半晌，他眼睛亮亮地望向我，似是泪光。青青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流血了。萧瑜说：“不会让我流血了。那今天来要我放血救人的又是谁呢？”心口一阵阵绞痛，眼前忽然模糊不清了，低落的声音啪嗒啪嗒。我不知道那是我的血还是我的泪。我做梦了，梦见小时候我跟着爹爹到处行医，我没什么学医的天赋，永远也记不住草药和病症，只能帮爹爹打下手。走着走着，就到了繁华的京城。我见到了萧瑜，他才6、7岁，脸色苍白，病恹恹的，但他是我见过最俊俏的小公子。爹爹说我们要留下来治好他，我答应了。可我和爹爹努力了很久，小萧瑜还是不见好转。直到有一天，爹爹说萧家于他有恩，要是需要我的血救萧瑜，我愿不愿意？我用力地点点头。青青，你选择了救他，日后除了受伤，切不可再为救人而流血了。我懵懵懂懂地答应了。爹爹笑了，摸摸我的头，却有些无可奈何，脸上凉凉的。我摸了摸，是泪水。朦朦胧胧间，才发觉是梦醒了。我还在江南侯府这个不起眼的院落里，守着破败风残的感情。我也想堂堂正正、光明正大地嫁给萧瑜，哪怕他已经领旨成亲，我做他的侧妃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可他却说，刚娶正妻就纳妾，对他官场风评不好。他说委屈我再忍忍，所以把我安置在了这里，这个最角落的院落。明明有12年的情谊，我却活得像个苟且偷生的外室，连妾都做不成，真失败呀！我垂手看着手腕，伤口没能因秋霜草而愈合，再很缓慢地渗出血液，等血流尽，便是死期。我撕扯了裙摆上的布条，堪堪缠绕了几圈，就当包扎。尽管我知道这是无用之功，我还是做了。就像我知道萧瑜似乎已经不爱我了，我还在不可救药的飞蛾扑火。青青，多亏了有你。萧瑜欢快地踏进我的房间，笑容却在看见我的那一刻戛然而止。我垂手摸了摸唇，皲裂的刺手，我现在肯定难看极了。青青，你怎么流这么多血？萧瑜冲到我面前，小心翼翼地托起我的手，他看向我的眼里流动着什么？是心疼吗？你一直流血，你怎么也不和我说？我仔细端详着萧瑜，想从他脸上看出一丝心虚，或是一丝对我的歉意，或是一丝爱意，可我一点儿都看不出来。他好像是真真切切的在疑惑。我没来由的笑了，牵扯着背后的伤疤都在痛。你忘了吗？我需要被救之人的心头血，才能止住我的血。萧瑜的神情一愣，怎么样？你愿意去取他的心头血，为我止血吗？我的声音有些嘶哑。萧瑜强颜欢笑，青青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不是还有秋霜草可以止血吗？我知道你对阿楚有些不满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残忍吧？他的话像冰霜，一寸一寸地攀上我的四肢。我从未像此刻感到如坠冰窟。那个眼含着泪，许诺让我不再流血的萧瑜已经死了，不就是心头血吗？一道虚弱却清丽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我抬眼看去，是萧瑜如今放在心尖上的世子妃梁楚。那我被他放在了哪里呢？或许是踩在了泥泞下吧。萧瑜急忙上前扶他，阿楚，你不好好休息，来这干嘛？我脸眸
心口处如针扎般细细密密的痛楚。青青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不过是几滴心头血，你要，我便现在剖开取给你。梁楚被萧瑜如珠如宝地扶着过来，他的手温热地附在我掌上，温热的，不对，我的血能根治的病，皆是寒症，哪怕已经痊愈，也不可能这么快就经络火热，除非他根本就未曾生病。我骤然意识到这点，将手从梁楚手中猛地抽出来。我对上梁楚的眼，他热泪盈盈，状若无辜，眼底分明是得逞的狡黠。青青，阿楚上大病初愈就来感激你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萧瑜蹙眉，眼里不满。我忽然感到无尽下悲凉，我的血若是能真的再救一人，一死倒也算值当，可是没有，我的血被生生浪费了，无人因我的血而得救，我却会为这付出死的代价。爹爹，我的命是不是太轻贱了些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拼命压下眼眶里打转的泪花，努力平静道：好啊，那你把心头血剖给我吧。梁楚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，脸上流出几分错愕。需要我帮忙吗？我拿起一侧昨日割开我手腕取血的刀，作势向梁楚刺去。萧瑜急急上前，一掌将我推开。那一刻，我的五脏六腑像错了位，剧痛蔓延到全身，要将我拆吃干净。他是练武之人，这一掌内力用了90%，我好像快碎了。宋时清，你不要胡来！他狠狠瞪着我，就好像我们是宿仇数年的敌人，可我们分明就有那么多年的缱绻爱恋，分明就有过刻骨铭心的海誓山盟。我闭目，把刀丢在了地上，地上尽是昨日干涸的血迹，斑斑驳驳，煞是吓人。萧瑜顺着看去，正愣了一瞬。你们走吧，我颤着声音。萧瑜好像想说些什么，但梁楚娇嗔着该喝药了，最后只是沉默着离开。等到他们完全走了，我才咳出了一大口鲜血。在冷硬的床榻上，我缓缓蜷起身子，好痛啊！爹爹，我再也不想爱他了。泪水打湿了带着霉味的硬枕，我疼得冷汗直冒，浑身发凉，但我还是强撑着爬起来，收拾我为数不多的包袱。我从柜子的最深处拿出来了一件衣服，是一件火红的嫁衣，我绣了很久很久的嫁衣。萧瑜不知道，我当时想着早些绣好，这样不管萧瑜什么时候来娶我，我都能很快地做好准备。绣嫁衣的每一天，我都在等萧瑜向我正式提亲，然后我就可以亮出快绣好的嫁衣，得意洋洋地告诉他，我早就准备好做你的世子妃了。我等啊等啊，我等到他风光迎娶了梁楚。我安慰自己，心说只要是他，哪怕是妾也好。我等啊等啊，等到了他为了梁楚逼我放血，等到了我快死了，喉口涌上一阵腥甜。我忽然剧烈咳嗽，又咳出了一口污血，血弄脏了嫁衣。我怔怔地盯着那块血污看，一滴泪毫无征兆地打在嫁衣上。这件嫁衣再也穿不出去了，过去也是，现在亦然。我没什么东西可带走，嫁衣也没有带走，一个很轻的包裹就足以装走我在侯府的全部。拖着半死的身躯，我按记忆朝城东而去。那里有爹爹的挚友许伯伯开的医馆，既是活不长久了，不若再用我的血创造最后一些价值。一路上，路边的摊贩吆喝着自家的美味，肚子一阵绞痛。我分不清是被萧瑜那一掌打的，还是饿的。我好像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。在侯府的日夜，送来的永远都是馊的饭、冷的水。我也曾和难得见上一面的萧瑜提过，可他步履匆匆的来，又好像急着走。这些事都是阿楚负责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去帮你问问。
好吗？当时我天真的以为只是梁楚做事出了纰漏，但饭菜还是一日比一日冷硬，水一日比一日刺骨。我知道梁楚是故意的，他故意不想让我好过。我本想和萧瑜再提，可他来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待的时间越来越短。他说他很忙，让我体谅。我体谅了，如今把我的命也体谅进去了，却最后什么都没得到。我一无所有的进了侯府，又一无所有的离开了。我知道侯府里的下人们背地里是如何讨论我的。他们说我是无父无母的孤女，世子妃是尚书府的嫡千金，我怎么也比不上她的一根手指头。他们说世子和世子妃举案齐眉，伉俪情深，他们的感情赌我是败笔，真可悲呀。宋时清痴痴12年，到头来却成了萧瑜的败笔与污点，肚子好像更痛了。我用力按着小腹，几乎要走不动路，刚想找一个小巷坐下缓一缓，却眼前一黑，晕倒在地。再醒来时，身边迎着药香，我撑着坐起，环顾四周，分外熟悉。这里是许伯伯的医馆，爹爹过世后，是许伯伯收留了我，将我视如己出。我却一心要朝着侯府去，只因那里有萧瑜。许伯伯送走我的时候，满眼失望，彼时的我尚不解，如今我却清楚了，萧瑜非良人，可我却用生命的代价才参透。时清，你醒了。一个男人焦急地上前来查看我，我定定地看着他，是许明硕，许伯伯的儿子。我来到京城后相识的人，除了萧瑜，便只有他了。许明硕比我年长3岁，我们如亲兄妹一般。他4年前离京出走历练时，我还笑同他说，记得早些回来，喝我和阿瑜的喜酒。如今他回来了，脱了少年气，显出几分成熟坚毅来，我却狼狈不堪。阿硕，好久不见。这种尴尬的情形下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老套的寒暄。许明硕张了张口，欲言又止，他面上的表情很复杂，有心疼，有恨铁不成钢，有无可奈何。我垂着脑袋，像做错了事。最后他却只是端来了一碗药，他说喝完我就给你拿块饴糖。我苦笑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接过这碗黝黑的药汁，上面倒映着我的脸，憔悴而干枯。我闭目，一口气将药汁咽尽，放下药碗的同时，一块硬饴糖送到了我嘴边，像小时候那样，我下意识张口，甜蜜在我舌尖弥漫开。那刹那，鼻子一酸，泪水砸在碗底，怎么这么久不见，便爱哭了。许明硕无奈地笑，替我拭去眼泪。阿硕，我哽咽，我还能活多久？许明硕沉默了很久，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石青，你会长命100岁的。面对这个拙劣的玩笑话，我不知道该不该笑。我比谁都清楚，我活不久了，你不用哄我。阿硕，我知道我快死了。许明硕疼得站起，声音微颤。石青，你不会死的，我会找到办法救你的。他头也不回地出去了。我怔怔望着他离开的方向，嘴里的饴糖好像不甜了，甚至有些咸得发苦。我才反应过来，是眼泪的味道。这是第几次哭了？我不记得了。爹爹说过，我分明是个开朗爱笑的，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呢？是啊，萧瑜，我怎么会这样？爹，石青他这孩子药石无医，至多半月了。明硕，你也给他诊过了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他脾脏破裂，胃疾严重，又本就气血亏虚，加上他如今愈合不了伤口，一直在失血。如今拿再多的止痛汤和参药给他，也只是吊着他一口气罢了。许明硕的抽泣声隐隐约约，我早就被痛醒了，只是还在装睡。原来我最多就只能活半个月了。其实我感觉得到，越来越无力，越来越痛苦。
我以为死亡是昏昏欲睡，是一场不醒的梦，可死亡是一桩钟，它悬在我头顶，每一秒都敲出振聋发聩的声响，震颤着我的五脏六腑，一次又一次叫我温习我的痛楚。许明硕日夜不停地照顾我，我缓和些的时候，他想问些什么，却都没问出口。我知道他怕又刺激了我，我的血止不住，便干脆叫人弄了个碗，接着拿去给许伯伯入药。入冬了，得寒症的人渐渐多了，我的血肯定大有用处。许伯伯红着眼，收下了我的血。他说：“我的性子和我爹简直一模一样。”我难得笑了，好久没见着爹爹了，不知道爹爹想我了没有？我这副模样下去，他怕是要将我骂得狗血淋头。爹爹生前是我和萧瑜一起送他走的，他和萧瑜说，待他走后可不能让我受一点委屈。萧瑜真重地点头，他握起我的手，郑重地向爹爹起誓，我永不负青青。他说，永不负青青。他食言了，他骗了爹爹，也骗了我。我闭上眼，耳边好像又响起萧瑜的声音，不，这次好像真的是他。青青，你在这里对吗？青青，我要找宋时清，我知道错了。青青，吵吵嚷嚷，心烦意乱。我喝完手头这碗药，门被砰地甩开，萧瑜莽莽撞撞地闯了进来。青青，青青。他看着我的那一瞬间愣住了。青青，他好像是不敢认我。你生了什么病？怎么在这住了这么久？他紧蹙着眉头，眼底就像是真情实感的关切。我平静地盯着萧瑜的眼睛，不是什么大病，过2日便好了。萧瑜闻言松了一口气。青青，生病了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，一声不吭的就自己来了。随即心疼地握着我的手，他才发觉我的左手手腕还被包扎着。你这伤口还没好吗？他的话像一盆凉水，浇得我浑身冰冷刺骨。我就知道他还是那个变了的萧瑜，他再也变不回青春时满心满眼都是我的萧瑜了。我的伤口需要梁楚的心头血来止血，你舍不得取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我的语气满是嘲弄。萧瑜的脸上一瞬间出现了难堪。可秋霜草也能止你的血，不是吗？我沉默了片刻。是啊，只是愈合的比较慢。萧瑜放下心来，那便好。青青，待你养好了病，我便来接你回府。我听得发笑。我回去干什么？继续当你见不得光的外室吗？萧瑜的神情忽然变得认真。青青，择个吉日，我来娶你。可能你还没准备好，吉日这么多，挑一个你准备好了的日子，我娶你。我定定地看着萧瑜熟悉的脸，我其实早早的就准备好了。我痴痴的半生都在等这句话，可太晚了，太晚了。你费劲找到我，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我努力压下情绪，反问萧瑜。他一时错愕。青青，你不想嫁给我吗？你休了梁楚，我便嫁你。果不其然，我在他脸上看见了几分熟悉的愠怒。每每提及梁楚，我都能从他脸上见到这种情绪。青青，你就不能？我面无表情，打断了萧瑜的话。我的身体已经没有精力和萧瑜去声嘶力竭地声讨过去的不甘了。我光是呼吸都觉得困难。许明硕急匆匆地赶来，他揪住萧瑜的衣领，满身是我从未见过的戾气。你怎么还有脸来找石青？萧瑜在我和许明硕之间看了又看，怒极反笑。怪不得呢，原来是找到老相好了。这句话让我浑身发冷。我从未想过他会这么揣测我。下一刻，许明硕的拳头就砸在了萧瑜的脸上，他们互相扭打，好吵，好吵！尖锐的耳鸣贯穿了我的脑袋，头疼的几乎要把我撕裂开。我躲进被子里，拼命捂住耳朵。好吵，好吵！渐渐的，耳鸣声变小了，
世界好像又归于平静。不知道已经过了多久，我探出被窝，一个药童正蹑手蹑脚地进来送今晚该喝的药。我轻声问了句：“你明硕哥哥呢？”我像打开了他的话匣子，他放下药碗，迫不及待地讲起刚刚许明硕打架多么帅，和坏人打得多么精彩。不过，刚刚那个坏人是不是来找过姐姐你了？药童好奇地眨巴眨巴眼，盯着我看。我很喜欢小药童身上这股活泼劲。我缓缓地笑：“可能是吧。那你以后可要离那坏人远些。我在街坊那里听说，这人之前喜欢一个女孩，喜欢的满大街都知道，结果最后还是娶了大家千金，简直是负心汉，大坏蛋。我娘说了，女孩子就要离这种人远一点。”我扑哧笑出声：“你说的对，不过我听说他娶的那个千金家里可是范氏了，抄家的大事呢，他可算是倒大霉喽。”我眸色暗了暗，原来是这样。他的阿楚如今对他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所以才想起了任劳任怨、死心塌地的我呀。我刚刚看见萧瑜的那一刹那，居然会抱有一丝幻想，幻想着他回心转意，幻想他来找我的那刻是真的爱我。我真傻，也真贱，被蹉跎成这样，还生出不切实际的妄想，胸口发闷，阵阵钝痛，心口处的闷痛让我呼吸微滞，如鲠在喉，喉口一阵翻涌。我赶忙拿帕子贴住嘴，又咳血了。帕子上嫣红的血迹，好像从我身体里抽离了什么。我叹了口气。这时，许明硕回来了，除了衣服有些凌乱，其他都还好。他跟着许伯伯学医之前，在武堂里是最有天赋的，资质比萧瑜都要上乘，和萧瑜打架必然落不到下风。见到他这副模样，我稍稍宽心了些。他一言不发地坐在我身边，收拾好沾了血污的帕子，自然而然地端起药，熟忍地喂我。阿硕，我咽下一口药汁，轻声道：“待我死了，就和我爹爹一起迁到一个他寻不见的地方。生前的大半辈子都跟在他身后，亦步亦趋。死后，我想清静些。”阿硕，你哭什么？我又不是现在就死了。我无奈地看着许明硕，眼眶一点一点变红，泪水大颗大颗地落。许明硕是最推崇男儿有泪不轻弹那套的，可是自从我和他重逢见面后，他却活像个哭包。许明硕湿润着眼，脆弱得如孩童。我伸手用袖子擦去他的眼泪。如果我那个时候坚决一点，从萧瑜身边抢走你，现在的你就不会死，就会变得幸福了。那个时候，许明硕向我倾诉了爱慕，我坚定不移地告诉他，我选择的是萧瑜。他最后只是笑着，像兄长一样摸了摸我的脑袋。不久之后便离京了。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。我飘远的思绪被现实拉了回来。那时候的我觉得萧瑜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，现在一切不过都是我咎由自取，爱错了人。许明硕的情绪还是不佳，看着比我还要恹恹。我想了想，明日去城郊散散心吧。我想爹爹了。隔天听说萧瑜又来了，吵着要见我。彼时我已经搭上摇摇晃晃的马车前往城郊，我的身体状况早已不适合出门了。可今日意外的有些精神气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是将死之人的回光返照，可谁都没提起，就好像不曾开口，死亡便不会如期而至。我掀开帘子，看着一路上因冬日到来而萧瑟的草木，他们尚能窥见来年春。我猜我连明日的光都难见到了。许明硕又带了饴糖来，问我吃不吃。我取了一块，很甜，甜的身上的病痛都好像消失了。到地方了，许明硕搀我下车。这里是爹爹的院落，不大，却是爹爹在京城唯一的容身之所。
只有这里是完完全全属于爹爹的。他说这儿附近草药繁盛，是最适合他的地方。彼时我尚不懂事，只觉得爹爹这里没有侯府那儿好玩。可如今此处破败，我却觉妙趣横生。可是太晚了，太晚了！院子里的躺椅沾满灰尘与蛛网，我毫无芥蒂地躺上去。许明硕默默陪在我身边，我们静静地相顾无言。阿硕，对不起。我望着沉沉的天，没什么可对不起的。许明硕笑笑，一粒雪飘飘摇摇落在我鼻尖，化成水。那就谢谢你，我轻声道。许明硕没回答我，我猜他又哭鼻子了。雪愈下愈大，和那天我在紧闭的侯府门外等了一夜的雪一样大。我想接一片在手心瞧瞧，可我连抬手的力气也没了。我的眼前模糊不清，不知道是融化的雪还是涌出的泪。阿硕，别哭。我还想再和许明硕说声再见，可来不及了。意识一点点被抽离于肉体，我变得轻飘。我知道我死了，死在上京城盛大的初雪里。死后并不如我所想，没有去地府，没有走奈何桥，只有白无常告诉我，我因萧瑜而死，我们的因果缠绕。等到萧瑜自食其果之时，我便可以走正常流程投胎了。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游魂，只能跟在萧瑜身边。上京城的雪还在下，萧瑜在侯府的雪地里醉得一滩烂泥。江南侯自从江南侯夫人过世后，便南下巡游，整个侯府便萧瑜一人说了算。看他喝成这样，谁也不敢拦他，哪怕是梁楚也不敢拦。毕竟这可是拜他所赐。他的父亲户部尚书贪污受贿数十万两白银，还私吞朝廷下发的赈灾款，已经被抄了家，全族落狱等候发落。梁楚是尚书府唯一的嫡女，出嫁的对象自然也值得一查，所以萧瑜被勒令停职了。官场上的事我不懂，我只知道看见萧瑜这个倒霉样，我说不上的身心通畅。萧瑜抱着酒坛，摇摇晃晃地站起，梁楚赶忙上前来扶。我要喝解酒汤。梁楚无奈道：我知道了，一会让下人去煮。萧瑜摇摇头，几乎要倒在梁楚身上。青青，我要喝你煮的。梁楚顿时变了脸色。我看着烂醉如泥的萧瑜，回想起少年时他偷了他父亲的酒，尝个新鲜，却没控制住量，醉得不省人事。我特地去找爹爹，缠着他教我学会了醒酒汤。我端了自己做的醒酒汤去喂他喝下。我知道我做的味道有点奇怪，他却一口气喝了2大碗。他问我以后他每次喝酒，我都给他做醒酒汤好不好？我说好。可后来呢？我在侯府做过醒酒汤的，那日他应酬喝了酒，我去厨房要了材料，挨了几个白眼，才能有口锅熬汤。我去寻他，他说我等会来喝。我守着那碗解酒汤，从滚烫到冰冷，从傍晚到清晨，他没有来，我再也没做过解酒汤。萧瑜又去医馆找我了，我看见了许明硕，他憔悴了不少。我明明交代他别哭了，可他的眼睛为什么还是这么红？青青呢？他病养好了吗？上次是我说错话了，我想给青青道个歉。侯府也可以养病啊，我来把青青接回去吧。萧瑜这次神情诚恳得不得了。许明硕没回应萧瑜的任何一个问题，只是死死地盯着萧瑜的眼眸。你爱宋世清吗？萧瑜愣了一瞬，我怎么会不爱青青呢？许明硕嘲弄地笑了，你在说谎，你根本就不爱世清，或许你也根本不爱你那个世子妃，你爱的只有你自己。世清离开侯府这么久，你却在你那世子妃家道中落之后才来找，你拿什么说你爱宋世清？
许明硕揪起萧瑜的衣领，浑身戾气。我下意识地想上去劝架，可我现在只是个阿飘，我穿过了他们的身体，什么都无能为力。我和青青在一起了12年，这难道是假的吗？萧瑜挣开许明硕的手，你说你爱他12年了，你都不愿给他一个世子妃的名头吗？许明硕咄咄逼人，萧瑜一时语塞，只能一把推开许明硕朝里走去。我要见青青。许明硕攥紧了拳头，又缓缓松开。他道：宋时清已经死了。萧瑜闻言不屑地笑：你编也编个好点的。接下来我便一直被萧瑜带着，跑遍了整个医馆，上上下下，我都累了。萧瑜看起来好像还是不累，他甚至还有力气去拽着许明硕，厉声质问：你们把青青藏到哪里去了？时清死了，你胡说！他前几天还好好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萧瑜双眼通红，发了狠，一拳砸在许明硕脸上。许明硕嘴角溢出了血，不怒反笑：他好好的。萧瑜，你居然会觉得他好好的？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晕倒在路边，失血过多，脾脏破裂，突发胃疾，每一个活不久的症状都在他身上诊出来了。结果你说他好好的，我倒是想问，4年前我离开时，他还活蹦乱跳的，怎么在你的侯府，他就被折磨死了？许明硕咬着牙，高声质问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萧瑜瞳孔骤缩，如雷轰顶，怎么会这样？青青她不可能！他像说服自己似的，反反复复念叨着这一句。我很想知道，他这一刻脑子里闪过了什么？是他逼我为梁楚放血，还是他维护梁楚给我的那一掌？还是我明明同他提起过的饮食问题，他却没有重视？桩桩件件历历在目。时清为了放血救你的那个世子妃失血过多，而你的世子妃是怎么对时清的？他是装病的，偏偏你还信了，信以为真的逼时清放血。时清在侯府的每一天，水是冷的，饭是馊的，他的胃疾是在你的侯府生生饿出来的。你敢说这些你完完全全不知道吗？你的母亲侯夫人那么疼时清，你敢对你死去的母亲发誓，说时清的死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你敢发誓说你真的爱宋时清吗？时清就是被你害死的。许明硕步步紧逼，他的话振聋发聩。萧瑜嗫嚅着，他的手发颤得厉害。半晌，他忽然笑出了声。他抬眼看向许明硕：许明硕，你在骗我对吧？是不是青青这样教你的？这样他就可以摆脱我了。我还答应了青青要娶她，她不可能就这么死了。许明硕冷眼看着萧瑜：你真是疯了，你让青青等着，我会找到她的。萧瑜撂下这句话便转身，一路狂奔回侯府，越过了迎接他的梁楚，径直去了我先前住的那处院子。他没找到我，只看见了我留在那没有人打扫的干涸血迹，剩下的就只有一方小桌，一个旧柜子，木板榻和薄的可怜的被侵。萧瑜立在这个破落的房间中央，一言不发。梁楚追过来，他相当不满地问：你又发什么疯？他都已经走了，你还过来干嘛？他这时倏地摁住梁楚的肩，眼神骇人：你那时要我去取青青的血来治病，你的病是不是装的？梁楚被吓了一大跳，瑟瑟地点头。下一刻，一巴掌落在他脸上，梁楚撑不住，跌倒在地。他捂住半边脸：萧瑜，你干什么？你说你病了，我才去要他的血的。可是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是装的，你是装的。萧瑜死死捏住梁楚的肩，满眼都是失控的怒意。装的又怎么了？不就几盅血，还能死了不成？梁楚梗着脖子大声反驳。萧瑜额前青筋暴起：滚，给我滚！梁楚站起来，埋怨地走了。
青青没死，他命那么硬，怎么可能会死呢？对，青青不可能会死的。萧瑜这样自言自语着。于是我又被他带着飘来飘去。他去医馆，被许明硕打了出去。他骑马去了城郊我爹的院子，那里没有我。他转而去找我爹的墓，他没找到，因为我叫许明硕连同爹爹和我一起迁去了一个他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他不配再见我，也不配再见爹爹。他曾向爹爹起誓，永不负青青，可他负了我，也是负了爹爹。他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那个我住过的破落院子。鬼使神差的，他打开了那个旧柜子，里面静静放着一件染了血污的火红嫁衣和一封信，是我走时写的。萧瑜万分小心翼翼地将这些从柜子里拿出，嫁衣绣得很精致，里面的一针一线都倾注着我的爱。可我12年的爱意，最后却只能在这个无人在意的院子里蒙尘。萧瑜颤着手展开了信。阿瑜，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去找爹爹了。我活不久了。这件嫁衣我绣了很久，绣的每天我都在等你来娶我。可我等啊等，却等来了你迎娶梁楚。可我太爱你了，我觉得只要是你当妾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所以我又继续等啊等。可是阿瑜，等你来娶我太难了，所以我不等了。写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泪水砸在信纸上，晕开了字迹。萧瑜像是忽然被抽干了气力，崩溃地跌坐在地。他抱紧了那件嫁衣，就好像抓紧了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哭了笑，笑了哭，又如同野兽般发出撕心裂肺的哀鸣，又拿拳头疯狂地砸地，弄得血肉模糊。此时一大批官兵涌入侯府，排列在萧瑜面前，他也浑然未觉。为首的人居高临下地看着萧瑜这个疯子。江南侯世子萧瑜，现怀疑你与前户部尚书贪污一案有勾结，请配合本官调查取证。萧瑜全无反应。他被官兵押走时，还紧紧拽着那件嫁衣不松开。我不觉这深情，我只觉得脏了我那用心绣的嫁衣。萧瑜锒铛入狱了，被他先前满心满眼的世子妃害的。他的好阿楚瞒着他将家中污来的白银挪到侯府的公账上，如今是随着户部尚书一家一起听候发落。江南侯得了消息，着急北上走了偏路，被土匪所杀。萧瑜在狱里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彻底疯了。爱他的人因他而死，他爱的人害他不得善终，这就是他该食的恶果。可那已经不关我的事了，我要去投胎，去迎我的新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